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OP14 的新领袖杰拉基尔米霍克纯绿鹰眼的卡组构筑及打法思路教学。首先先给大家道个歉啊，前2周没更新，确实因为有非常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咱们海贼王的全国总决赛，毕竟还是要打破一下曾经0-5的嘛，所以是狠狠的练习了2周，虽然最终还是没进，但是至少达成了0的突破。同时这次总决赛之行最重要一点是，我同时邀请到了这次总决赛的冠军和亚军2位鹰眼的使用者，向他们进行了一期关于鹰眼卡组的专访。在2位共同的帮助下，我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这篇稿子，并且因为这2位的构筑都是极具个人特色的，很多小伙伴在最终看到他们的构筑之后也是充满了疑惑啊。我也收到了很多私信，想让我采访一下2位，那么也是话不多说，开整。首先先放出冠军天森和亚军人的构筑。天森采用的是超新星轴的构筑，并且他使用这套构筑同时在秋季总决赛和总决赛上获得了双料冠军，想必他的分享一定能带给大家一定的启发。人用的呢就是偏向于咱们常规的4检索鹰眼构筑，然后带了很多单挂1张的单卡，有点宇宙流那个意思，属于打击面究极广的类型了啊，也是他很重要的个人特色了。同时也是因为打什么都有的打，所以人是在3周年杭州站和总决赛上获得了双料亚军，2位都是接连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向大家证明了他们的构筑和理解。今天他们无私的分享给了我们，希望大家好好听讲，下一个冠军就是你。当然心诚则灵，先把币给我投了。介绍完2位选手，咱们正经开始介绍构筑。2套构筑一个一个来。咱们先说天森的这套超新星的构筑。这套构筑有很多鲜明且大胆的特点。首先就是放弃了很多鹰眼构筑的常规单卡，比如5费佩罗娜呀、9费的 SEC 鹰眼啊、1费的岛，这些常规单卡都是被放弃掉的，转而是投入进了超新星轴为构筑主轴。整体的检索数量也是达到了12张的检索，是目前来说我看到的检索最多的构筑了。而这其中最关键的牌有2张。一个是1费的检索波尼，另一个就是3费的巴托洛米奥。甚至天森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说他完全是为了这张巴托洛米奥，所以才选用了超新星轴的，并且也是因为有了12张的检索，再加上巴托的绿抽，使得整个构筑变得极其的稳定，有70%以上的对局都能很顺滑的过渡到自己的胜利法则当中去，就是在前置7箱的情况下，通过复数的罗贝连拍拿下比赛。我就有幸和天森在瑞士轮的时候被他3个罗贝连拍打死。超新星轴的获胜思路可以说是相当的直接，并且在面对绝大多数的主流对局中也都十分的有效。不管是面对前朝之剑伊姆艾斯，还是本朝的女帝或者内战，都是相当靠谱的获胜思路。也因此天森这套构筑的打法思路在前期可以很灵活，10费前的很多时候会非常需要根据你的对手和手牌去灵活处理自己的节奏。就比如在面对艾斯这种能处理场面的领袖，或者女帝这种能从血里出人的领袖，就需要去灵活运用5费披风罗这张单卡了。打艾斯时可以前置3费达斯奇，保护后续的大哥和稳固场面。打女帝的话，因为罗是阻挡者，能帮助咱们节约手牌资源，那么就可以不提女帝，防止跳人，从而把对局拉长。因为只要7箱加罗贝连拍，就几乎没有拿不下的对局。当然如果没有披风罗，上手的是5费达斯奇的话，相当于防守端稍显薄弱，那么打法就需要适当提速，利用无血优势快速结束战斗，这是超新星轴才可以做出的变速处理。5-6费的节奏要更加灵活，但是之后的节奏便是相对固定了，反而可能不如传统的灵活。好在目标达成足够强力，纵使只有1个，但是整套卡组都在围绕这个思路服务，所以倒是还算容易达成，只需要在起手找7箱这张卡就可以，剩下的其他就是检索越多越好，用来保证罗贝的数量即可。人的构筑就相对来讲更加传统，就是经典的斩轴，只有4个佩罗纳是检索，4个船算半个检索，但是特点就是极致的单挂，让打击面变得究极广。比如人类金刚钻配合王者系能过3个墙，光月玉田是个不容易被踢死的4费场面，打艾斯先手有索东波尼，打伊姆有索岛藤虎，内战还有石明哥，9箱也保不齐能偷到鸡，打击面可以说是究极广，和天森的构筑可以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天森的超新星构筑是稳定性最高的鹰眼构筑，那人的就是上限最高的鹰眼构筑，没有谁优谁劣，全看个人的使用习惯。构筑上就给大家展示到这儿，其实可以聊的不是特别多，毕竟一个版本有一个版本的红发，鹰眼就是这个版本暗费拍怪最强的领袖，7枪罗贝实在是
过于强力，同费比别人大一圈，真是实打实的数值美。所以就什么厉害往里下杀就行，咱们还是重点了解了解他们的对于思路和单卡理解，帮助大家调整出适合自己的构筑。首先就是先聊聊为什么要选择鹰眼这个领袖，在这个过程中顺便介绍下对局思路，这点属于是二人难得的一致的观点了，就是因为基本上能做到尤开、伊姆和艾斯，所以非常适合像国赛这种的顶级大赛环境。因为鹰眼其实是个很特殊的领袖，因为自己本身的生物质量特别强，所以只要是暗费拍怪就能做到好打上个版本的大头艾斯和伊姆，而面对大赛环境，艾斯和伊姆必然不会少，所以他们是同时选择了鹰眼作为国赛竞技的选择，可以说是读环境读得非常准确了啊。秋决是伊姆最多，总决是艾斯最多，都是鹰眼非常舒服的环境了。但是也正是因为鹰眼其实还是个暗费拍怪的领袖，所以面对那些跳费领袖或者超扑领袖会变得不那么好打。环境内的代表性领袖就是子明哥和黄蓝女帝，当然那种出发很多拔线很快的黄蓝娜美也算，因为鹰眼其实是个适合去打长盘的领袖。就像天森说的，罗贝连拍的压制力是非常足的，所以就算绿色资源很少也足够支撑。但是像子明哥这种或者蓝紫路飞这种的跳费领袖，真就糊了跳上去比你先压质量生物，确实会让鹰眼有些难以招架，就跟当年红紫路飞吊打红发其实道理差不多。并且子明哥和蓝紫路都是有能准时处理鹰眼七红发的办法的，子明哥是2跳上十明哥，蓝紫路则是2跳拉吹七的9鹰眼，都是鹰眼不能接受的。所以咱们能看到二位都是带上了3费达斯奇去做一定的防守，其中天森的构筑是可以用披风罗拉出来，人的话则是前置做防守，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没有就大概率崩盘。打明哥的要点就是一个是需要达斯奇保护场面，另一个就是要去跟明哥打拉锯战。首先是明哥的资源也很少，尤其是我自己也练习了很久的明哥，我知道明哥在掉凉血以后资源就不会再增加了，那这个时候的明哥不管是保怪还是吃血都会变得特别谨慎，并且场面是被处理一个就少一个，所以打明哥是基本上都在打场面打资源。然后就是面对明哥，桃园白龙是特别关键的一张牌，因为它可以用来骗明哥的神币，因为神币这张牌一盒就只能开1张，一旦被桃园白龙保下来了，明哥基本上就崩盘了。女帝和娜美的话则是因为他们会血里跳人，同时娜美还兼具个丝血追轮次的特点，很容易把对局压缩到时间很短。打娜美的话就是前期要尽可能的守血，能一手守下来的血都要守，因为娜美的5娜美啊、6罗呀、巴基德的丝血作为一个无血领袖基本上是很难防住的，那么就主要是通过尽可能的不吃血将轮次拖得足够久，赢下比赛，还能顺道防吸收不林。然后达斯奇也同样关键，毕竟只要沾蓝就要考虑野火权的问题，场面是打娜美最重要的。面对女帝的话，两位就出现了差异化的理解了，不过也有一定的共识，就是作为大哥很多的领袖可以养着女帝打，毕竟那种6血7跳的阳寿女帝确实是谁也打不过，对吧？那与其要去赌你血里有没有触发，不如我就干脆不给你触发的机会，因此是可以选择在7、8费之前不提女帝血的，等有一定的场面了再一回提她2到3血，或者趁她头没东的时候抓紧结场。天森因为构筑特殊，有阻挡披风罗，所以他是会根据手牌来决定要不要养女帝，如果手上是罗就养，通过大哥赢；如果手上是5费达斯奇就抢，通过抢血赢。同时这个对局还有张很厉害的单卡，就是9费的 SEC 鹰眼。首先就是不管是女帝还是娜美，基本上都是没有9费以上的单卡的，最大的就是个9女帝，娜美也就是说整套卡组都会被鹰眼按住。然后就是因为这2个领袖蹭的会比较狠，9鹰眼能印边这点也是非常契合鹰眼的，但是问题就是9鹰眼它不够灵活，后手可能会因为罗贝被卡轮次，因此基本上只能先手9费准时才有机会出，但是5、7、9十又确实是相当厉害，所以是否投入就看自己的具体打法了。天森因为主要就是抢后，所以放弃了，人因为很喜欢5、7、9十的节奏，所以是带上了，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定。说完鹰眼不好打的，再说鹰眼好打的伊姆艾斯。先说绝对共识的打艾斯就是冲他，毕竟艾斯就是个3血领袖，冲一冲就没血了。然后5费达斯奇这种前期就能登场的8仙角色打艾斯也是相当的痛的。同时打艾斯会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掉血不要太快，因为打艾斯要冲他，但是其实鹰眼打艾斯，鹰眼才是防守方，因为鹰眼的大哥其实是比艾斯的厉害的，一个罗贝可以换艾斯2个回合的节奏，一个佩罗娜能追3角频率，这些对于艾斯来说都是压力巨大的，所以现在基本上会玩的艾斯是不靠大哥打鹰眼的，会铺很多的6、7仙的小频去蹭，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去打，可能只会在后手的8费回合做一个巴拉什，之后就是开全蹭。也因此这个对局双方都是要去抢后手的，然后看谁能尽早落实。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要限制住艾斯4费时的白马，因为马尔高在这个对局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会被西墙过，会被佩勒纳锁，而且就算打出去也对艾斯的资源是没什么帮助的。但是如果不限制住白马的进攻，鹰眼会有极大的概率被白马一卡给单刷了，
所以二人是不管是不是超新星轴，都投入了我知道你很强这张牌。人还有兔子和佩罗娜都是打 S 至关重要的单卡了。同时二位也表示，圆桌是这个对局杀伤力非常强大的一张牌，尤其是天森的超新星构筑，因为没有局之城，没有官船，基本上都是横大哥发效果，那吃个圆桌直接就炸了。所以要点就是抢后，然后血不吃太快，防好不临，大哥不断，自然就拿下了。伊姆则是更加常规的获胜思路了，7枪加罗贝连拍就可以了，甚至人还有一张能锁岛的藤虎，基本上抓到就是赢。然后这个对局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演变过程，因为这个对局最开始伊姆打鹰眼还是会养一养鹰眼的，觉得鹰眼资源少，清他场就好了。后来发现只要你养鹰眼就不横怪，然后每轮就清你场，只要卡尔帕大哥伊姆就会打不过，所以伊姆现在也是开始冲鹰眼了，因为冲鹰眼反而打资源打得更快。所以现在的鹰眼打伊姆要点就是要做好防冲，因为只要做到场上有仙克斯的情况下，连拍罗贝 TT 防守住是必赢的。所以鹰眼要做的就是前期要尽可能的防守，当然防守也不是一味的防守，如果手里缺少7费香克斯，可以考虑多吃血去找牌。因为伊姆这个对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局观，就是在你拍罗贝 TT 之前，一定要前置到7费香克斯这张卡，因为罗贝 TT 把自己的领袖变成7000的效果有一个限制，必须对手有2张休息状态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你场上没有7香克斯的情况下，对手10费变完母老星之后可以马上不动，这样你拍完罗贝 TT 之后是变不了7000头的，那么你的防守的压力会非常的大。所以还是之前说的，起手无脑找7香，然后打伊姆不管是谁基本都是无脑后手吧，真要掀了多上一轮7香会比多上一轮9鹰眼要好一些。最后说说内战，首先常规内战就是比谁胡嘛，这个哪个内战都一样，唯一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内战都是6000头，所以你所有的6000角色要不要横下来，为什么要横下来，这点要想得特别清楚，因为只要横下来，对方一定是奔着怪去了，然后鹰眼又是边少资源少的卡组，会被蹭得很难受，也是正好铺垫下一会儿聊单卡时会聊到的6罗这张卡，为什么都踢出了构筑，就是因为内战太内鬼了，一般就是常规的内战都是要先手，不管是哪个构筑的鹰眼，你5期90就是能比对面场上多个9，包括人感慨过，决赛上要是有个9鹰眼，可能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这其实也是鹰眼卡组的一个主要弊病，就是下限不够高，大部分鹰眼死都是被自己卡死的。然后我冰下也讨论过，天森这套超新星构筑虽然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了鹰眼的下限，但是因为思路较为固定，所以可能会打不过那些能自然上手罗贝的鹰眼，属于有得必有失了。具体的还是看自己操作习惯，追求稳定还是追求上限了。最后就是如果要解场的话，记得防下桃园白龙，因为内战基本上解场以蹭为主，但是如果是特别需要解掉的，尽量要打大4000去打。对局思路聊完，接下来是总结了一些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单卡，我们去问了问二位的看法。首先就是第3张大哥的选择，4张红发4张罗贝，这个是所有人的共识是不能动的。那么其他的大哥主要是9 SEC 鹰眼和9费 KO 香，还有实名哥要怎么选，我帮助大家总结出来的结论是看环境，因为其实这几张卡所应对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9香是去应对艾斯和内战多的环境，先手有一定概率把石胡子骗横然后 K 掉，内战则是基本一定能 K 到大哥。女帝伊姆明哥多的环境呢，就是9鹰眼，相当于第5第6个或者早一回合出场的罗贝 TT。当然内战9鹰眼也厉害，只不过相较于9香，它的收益是长尾的，对局越久收益越大。实名哥则就是针对的内战，内战越多可以下的越多，内战可以说是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唯一问题就是完全不吃减，纯靠掏，就看你们当地内战多不多了。然后就是5费索东波尼和5费阻挡波尼的投入与否和数量问题。咱们先说阻挡波尼，难得见2位这么齐心了，属于是统一观点，这玩意儿就是个垃圾。我看他俩稿子的时候差点笑不出声，难得这么统一了，属于是。首先就是这玩意儿在鹰眼的5、6费是没有办法准时拍的，大概率触发不了，那就得后期再拍。那后期又是拍大哥的轮次，你在拍大哥的轮次突然拍了个这玩意儿，那不就基本在宣告自己的死刑了吗？同理，咱参考一下当年红发里的5雷利，当你真的需要拍这个雷利去过牌的时候，是不是基本都输了啊？老红发的经验的属于是，所以属于手牌爆炸才能上的一张牌，但是真爆炸了又救不了你，所以排除掉了。然后是索东波尼，统一结论是，如果你带了6罗可以带索东波尼，其他时候尽量不带，因为你上索东波尼虽然能卡一轮对面的节奏，但是是以牺牲自己的节奏来换的，并且现在基本也就只有你是先手，然后7费卡 S 的8这一个情况需要它，或者后手内战6
6费卡对面7，其他的时候是基本用不到它的。而卡艾斯8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少了个7箱，对面上个乔兹吹了你波尼，炸的还是你。内战后手6费出个6000人，你又不可能不动，对吧？之后就是个活靶子，每轮都蹭你波尼，然后他也打不出什么大的进攻，所以也是牺牲了5费达斯奇这种内战很厉害的节奏换来的。这也是因此为什么说有6罗才会投入的原因。两个场面至少看起来是跟5达斯奇这种差不多的，被乔兹还能留有场面才值得一投入。但是6罗又是十分内鬼，鹰眼这个卡组横着的6000人就一定会被蹭，弄得你保也不是，不保也不是，唯独拉个5费达斯奇可能变个8000，不那么容易被蹭。但是6费时强行变8000，会很有可能让你的节奏变得很混乱，可能会横下不必要的费或者小检索啥的，所以是6罗被优化掉了。6罗被优化了，索东波尼也就被优化了，撑死了可能像人的那种实在不行用一下，所以投入了1张，建议也是0到1张。最后是聊聊鹰眼的每张反击事件。首先就是对于超新星的构筑来说，最必要的是我知道你很强这张事件，作用是大过王者系的，因为超新星轴的主要难题是安稳的度过前期，那么配合7费香克斯就是非常好的搭档了。非超新星轴主要是搏个上限，抓到就用，没抓到或者觉得抓不到换成别的也可以。然后就是超新星轴的获胜计划是连拍罗贝，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把对面运营死的，也就是说不是特别依赖王者系的斩杀，所以天森是减少了王者系的投入。那么像人的这种常规构筑的情况下，还是需要3或以上的。人是腾了个位置给桃园白龙，所以带了3，正常还是得多一点。桃园白龙偏向于环境针对卡，防明哥的神臂、艾斯圆桌会比较好用，再有就是打内战，甚至主要其实就是为了打内战，可以把罗贝锁的那个立起来，其他情况下会可有可无。着重分下2张1费加4000的事件，一个大千世界，一个超越我吧，都跟索隆有关啊。针对这张卡，2位选手其实是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天森认为大千世界才是正解，因为对鹰眼来说，后期约等于是0 cost 的4000反击，并且在面对很多需要肉搏进场的卡组会非常的厉害，因为这是唯一能保怪的事件，其他的都是只能保头，所以天森建议是投入大千世界2到4张。而人则是更倾向于带超越我吧，他表示赛前本来是想全带超越我的，但是后来被劝说了，改成了22的配比。人的观点是，首先是鹰眼其实会经常性的很难做到前置很多的场面，然后一旦卡手了就会开始贴东打大脚，那这个时候又是一定做不到有8张横置的牌的，所以这张卡会绝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个2000边，所以会更倾向于带超越我吧。我听完分析下来，觉得2个人的观点其实完全不冲突。天森因为选择是更为稳定的超新星构筑，这个构筑下的费用基本上都是用来铺场干事儿了，很少有贴东打的情况。而人所选择的常规的斩轴鹰眼构筑，虽然拥有了更高的上限，但是下限也更低，卡手了就是只能贴东打。那么此时的超越我吧就变成了更加稳定且优秀的选择，所以大家也是根据自己的构筑进行选择就好，越稳定的构筑越适合大千世界，越搏上限的构筑越应该选择超越我吧。以上便是我根据2位的分享和冰侠一起整理出的2套鹰眼的构筑思路和打法思路，我相信一定能对大家有所启发。毕竟连我这么个鹰眼白痴，听他俩讲完之后，我都开始后悔国赛没玩鹰眼了。我当时有他们这游戏理解，我估计我也去日本了。最后还是感谢2位的分享，然后祝福他们在世界赛上都能取得好成绩，他们都还年轻，都有大好的未来，加油！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